你是不是也曾经反复寻求外在的答案？翻遍书本，请教老师，占卜、测验、静心，只为找到那个能让你安心的方向，那个对的选择。你把自己交给逻辑，交给分析，交给世界的标准，试图从别人的眼里看见自己的未来，但无论你怎么找，心里总有一个声音没被满足。你不是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做，你只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直觉。那个你在夜里曾短暂浮现的念头，那个你在与某人对话时瞬间感到浑身发麻的感觉，那个你在沉默中突然想起的方向，其实都是真正的答案。只是它太安静，太细微，不像逻辑那样有凭有据，不像习惯那样让人放心依靠，所以你选择怀疑它，压下它，甚至全然否定它。你说，我可能想太多了，你说，我怕我误会了，你说，我应该要更理性一点。但亲爱的，真正的直觉从来不是来自哪里，它是你，是你灵魂的语言，是你与宇宙对话的桥梁。你之所以不断寻求外界答案，不是因为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，而是你不敢承担内心早已知晓的那条路。因为那条路也许艰难，也许与众不同，也许需要你放弃旧有的安全感、身份认同，甚至某些关系，但它诚实、纯粹，并且有光。你想要的答案，其实早就在你心里。而你所谓的迷惘，不是方向不见了，是你不敢走向它。你不信任的，不是直觉本身，而是那个可能会失败的自己。但你要知道，所有真正带你走进生命转变的时刻，都来自那个虽然害怕，但我还是愿意相信自己的瞬间。当你勇敢地信任你的直觉，你不是在依赖一个看不见的答案，你是在与灵魂重新对齐。而宇宙会在你每一次内在对齐的时刻，毫无保留地支持你。不再绕远路，不再陷迷雾，你只需要一件事，对自己心里的微光说一句：我听见了，这一次我选择相信你。答案从来不远，它只是静静等着你，敢不敢放下怀疑，走进那个早已知道的你？你是不是也曾经在某段关系里耗尽了自己，不断妥协，不断配合，不断微笑，只为了换来一句肯定，一个拥抱，一点点爱的感觉？你不是不知道自己在讨好，但你害怕，怕失去对方，怕被误会，怕不被喜欢。你努力把自己收窄、压低，改变成比较容易被爱的样子。你懂得看脸色，懂得配合，懂得不让人为难。你甚至以为这就是爱。爱就是懂事、让步，把自己摆在后面。但亲爱的，你可知道，每一次你选择讨好别人，其实都是在远离自己。你小心翼翼地守护关系，却遗忘了守护内在的那个你。那个不被重视的你，那个想说话却被你晋升的你，那个常常在夜里孤单落泪的你，他一直在等。等你停止讨好，终于愿意回头看他一眼。因为真正爱你的人，不需要你隐藏、压抑、委屈自己。真正属于你的共鸣，不会在你讨好之后才出现，而会在你成为自己的那一刻，自然吸引而来。讨好不会换来爱，只会让你失去与自己的连结。你愈来愈疲惫，愈来愈迷惘，愈来愈不知道自己到底还剩下什么。而当你终于停下来，不再扮演那个让人喜欢的人，你会发现一双眼睛正在你心里睁开。那是内在的你，那个曾被你忽略、压抑、否定的小孩，终于得以重生。他会轻轻问你，现在轮到我了吗？轮到我被在乎、被照顾、被相信，轮到我可以哭，可以生气，
可以不完美。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当你不再需要透过被接受来证明自己，你开始接住了最真实的自己。而那个内在的你，会带你走向真正的力量、真正的爱、真正的自由。所以，请你慢慢学会不再讨好，不是为了变得冷漠、自私、拒绝他人，而是为了重新选择你自己。因为当你不再委屈自己去维持关系，你才有空间去遇见那些真正愿意用灵魂拥抱你的人。当你停止讨好，你不是失去了什么，你只是终于把你自己找回来了。你是不是希望有一个人能来拯救你？在你崩溃的时候给你答案，在你无助的时候给你方向，在你一遍遍怀疑自己，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，拉你一把，把你从深渊里带出来。你等着那个人出现，或许是情人，或许是朋友，或许是某个导师。你告诉自己，只要他懂我，只要他不走，我就能好起来。但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你发现没有谁真的能替你承受，替你转变，替你解开那些内在的结。你开始觉得失望，也开始质疑自己是不是太需要别人，是不是太脆弱。亲爱的，你不是太脆弱，你只是误以为你需要被拯救。你以为要有人拉你出来，其实你需要的不是谁来带你走，而是有一个人愿意坐在你身边，不急着改变你，不评断你的混乱，只是静静的陪你一起看着那些你不敢靠近的自己。那才是真实的陪伴，不是你要加油，你会没事的鼓励，而是我在这里，你怎么样都没关系的稳定。不是你可以做得更好的期待，而是你现在的样子就已经够了的接纳。真正的疗愈不是来自解决问题，而是来自在最混乱的时候，有人依然选择留在你身边，不转身离开。你不需要别人来救你，你也不需要变得完美才值得被爱，你只需要一个空间，一个安全的、柔软的、不需要伪装的地方，让你可以诚实地说出我现在好累。你需要的是被懂、被接住、被看见，不是被修理、被催促、被加油打气。而更重要的是，你能不能也成为那个人，那个肯在黑夜里陪伴自己的灵魂伴侣？你能不能不再责怪自己脆弱，而是像朋友一样轻声说，没关系，我懂你。你能不能在崩溃时不逃避，而是坐下来陪着自己哭，告诉他，我不会离开你。因为真正最稳定的陪伴，从来不是别人给的，而是你能不能自己选择不放弃自己。当你开始学会这样陪着自己，你就会自然吸引到那些也愿意这样陪你的人，不是想救你，而是愿意真实的在你身边。你不需要被拯救，因为你从来都不是一个需要修复的错误版本。你只需要爱，一种无条件的、允许存在的、诚实不走开的爱。那份爱，从你对自己的温柔开始，从你不再用问题定义自己的那一刻开始。请你深深记得，真正的你不需要被救，只需要被真实的、深深的陪在身边。在失恋后，在受伤后，在某段关系瓦解之后，你鼓起勇气说，从今天起，我要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。你开始冥想，开始运动，开始学会说不。你做了许多让自己看起来很爱自己的事情，可过了一阵子，你还是会在某些夜里崩溃、怀疑，觉得自己怎么又陷进同样的情绪里。你会自责，是不是我还不够努力？我不是已经在练习了吗？你开始怀疑这整件事是不是根本没用。亲爱的，爱自己不是口号，不是一场情绪高昂时的宣言，而是每天都愿意回来的选择。
它不是你一次就能做好的事情，也不是你今天爱了自己，明天就不会再跌倒。它是一种温柔的纪律，一种每天都要练习，每天都可能会忘记，但你还是愿意一遍又一遍回来拥抱自己的过程。爱自己，不是你做了什么看起来正能量的事，而是你能不能在自己最狼狈的时候，也不转头离开。是你能不能在犯错后，不是立刻责怪，而是对自己说，没关系，我还在学。是你能不能在觉得不够好时，不是急着变强，而是诚实说，我今天很脆弱，但我依然值得被爱。爱自己，是在你把别人都照顾好之后，还愿意留一点空间给自己呼吸。爱自己，是在你心里有千万个不够的声音时，仍然愿意在心底说一句，你已经很好了。它不是一种状态，而是一种选择。而这个选择是日复一日的。当你醒来，选择不批评自己；当你犯错，选择不遗弃自己；当你悲伤，选择陪伴自己。没有一个人能完美的爱自己，就像没有一段关系从不吵架，从不疲惫。但真正的爱，是你愿意留下，不逃跑。是你愿意回头，说，嘿，我又来了。你不是要变成一个很会爱自己的人，你只是要成为那个愿意不断练习的人。因为每一次你回来拥抱自己，那个曾经在关系里迷路的你，就会慢慢找回方向。那个总是靠外界肯定才能呼吸的你，就会开始学会自我滋养。那个从来不觉得自己够好的人，会开始在日常的小选择里，一点一滴重新相信自己。爱自己，不是一次性的革命，而是每天都愿意为自己点一盏灯的温柔革命。所以亲爱的，即使你今天又忘了，又退后了，又自责了，也没关系。你只需要记得一件事，你可以回来，你一直都可以回来爱自己。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控制别人的看法，控制一段关系的走向，甚至控制整个未来的节奏，只为了让一切如你所愿。你不断设想每一种可能性，每一种风险，想把所有结果都安排得刚刚好，想要安全感，想要稳定，想要不再受伤。表面看来，你是在掌控，但其实你只是太害怕失控。亲爱的，所有你想控制的，其实都是你还不愿面对的脆弱。你越想安排，就越证明你对未知有多恐惧；你越想主导，就越证明你有多不安于被爱；你越想让一切照你希望的方式发生，就越说明你害怕别的可能性会让你再次受伤。那份控制的欲望，不是你冷酷、强势、难搞，而是一种深深的自我保护。你可能在过去某个时刻，曾因为相信而失望，曾因为放手而崩溃，曾因为柔软而被踩碎。于是你告诉自己，我再也不要经历那种痛，我一定要让一切在我的掌握中。你以为控制能保护你，但控制的反面，往往是压抑与孤独。因为当你一直撑着、算着、推着，你也同时关上了让生命来支持你，让他人靠近你，让爱进来的那扇门。真正的安全感，不是你掌握了所有变数，而是你开始相信，即使一切不照计划走，我也有能力承接。真正的力量，不是你能预测未来，而是你能柔软地活在当下，即便心里还会怕。你不是不能控制，而是你值得去看见，那个总想控制一切的自己，其实只是还在痛。他只是想被理解，被接住，被允许脆弱。当你愿意对自己诚实说，我不是强大，只是还不敢坦白我怕，那份控制的焦虑会开始融化。你会发现，真正该被靠近的，不是未来的答案，
而是此刻那个想哭又不敢哭的你。你可以慢慢放下控制，不是因为你放弃，而是因为你开始信任，脆弱本身就是一种通往自由的力量。当你愿意放下那层硬壳，你会开始发现，原来世界不需要你事事安排好，它只需要一个愿意敞开的你，来参与，来流动，来感受。而当你愿意诚实地接纳脆弱，你就不再需要控制，你只需要真实地活在你自己里面，那就是力量的真正模样。你以为时间会带走一切，以为不提、不想、不碰就能慢慢痊愈，你甚至说服自己，我都撑过来了，代表我够坚强。但在某些不经意的时刻，一首歌、一句话、一个眼神，还是会让你瞬间溃堤，让你以为已经遗忘的伤口又隐隐作痛。亲爱的，不是你没放下，而是你从来没有真正靠近它。你怎么对待伤口，它就怎么为你说话。你逃避，它就悄悄在潜意识里长出不安；你否认，它就变成在关系里不断重复的剧本；你压抑，它就变成梦里、情绪里、身体里无声的呼喊。伤口从来不是过去的事，它是一段还没被理解的故事。它不是问题，它是讯息。它不想让你痛苦，它只是想被看见。你可以选择继续用我没事来遮掩，但那段痛会在你最想被爱的时候浮现，提醒你，我还在这里，请不要再把我关起来。而当你愿意停下脚步，不是去分析伤口的来龙去脉，而是像朋友一样坐下来，对他说，我知道你还痛，我愿意听你说。你不需要再独自承受，我在这里。你会发现，伤口不是敌人，它是你灵魂最温柔的部分，它承载着你没说出口的渴望、压抑的情绪、失落的爱。它不是阻碍你前进的重量，而是带你回家的地图。你怎么对待它，决定了它最终会变成什么。是变成阴影，还是成为光？当你愿意让伤口有声音，它就不再需要用失控的情绪来提醒你存在。当你愿意拥抱它，它就不再需要在你的人生里制造阻碍来证明它的重要。疗愈不是把伤口关起来，而是让它变成你说故事的方式，让它从撕裂变成连结，从恐惧变成力量，从遗憾变成智慧。请你记得，你怎么对待自己痛过的地方，就会成为你看待人生的眼光。那些你曾以为最黑暗的片段，终有一天会在你说出它们的时候，发出最温柔的光。因为你不再害怕它了，你选择与它一起活下去，并一起成为爱的形状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